你觉得调涨电价之后，房租会涨多少？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今天我想跟你讨论，电费涨会影响房价吗？先说结论，一定会哦，因为电费上涨，接下来就是所有的物价开始上涨。你看哦，这个我特别帮你标示出来。画红线，这个国发会估算累计影响 CPI 上涨0.3个百分点，包括直接影响民生物价0.12个百分点，上下游等间接影响约0.2至0.3个百分点，反正就是物价要涨了啦，就是这样。这个是国发会说的哦。那物价上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根据过往的经验，我们在2015年、2022年、2023年都涨了电费。而你买的鸡排就从2015年的一片65块变成现在快要100块，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产业都要用电，那你的公司也不可能夏天不开冷气，所以大家的成本都是往上加了。那层层的叠加以后，你买的鸡排当然就变贵了。那可怕的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东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房东涨房租或变相涨房租。因为物价变高了他会把成本转嫁给租客，然后房租变高之后，可能他就是那个收的电费要变高这样也是一种涨房租的方法房租变高以后就会带动房价提升。为什么？因为它整体看起来投报率变好了以总价来看，现在租金又变高了，投报率变好了那就会继续有自产客进来，或是本来租房子的人就气到就跑去买房子，所以房市这真的是天才加薪，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接下来房东会开始涨房租或涨你的电费。等电费确定上涨以后，我跟你说，下一步就是房东涨电费跟涨房租我们先讲电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房东跟你收一度电7块不是8块，不是10块那是因为依据现行的定型化契约规定，电费不得超过台电当月最高集聚的每度金额。而台电的上限是7块，所以房东跟你收直接收上限呢，他管你用不用，他直接收上限呢。但当电价涨到8块的时候，就跟你收8块啊，这要客气什么所以涨电费是可预见的事情。再来就房租，房租应该会晚一点涨因为现在物价涨得那么快物价先跑，然后房租再跑，应该是这样。好，物价上涨，预售屋又变贵因为预售屋的各种建筑啊，什么成本都变高，还要碳税，还要什么那接下来就会带动房价整体上涨，然后新出租的房子只能变贵。那接下来你的房东发现，不对这区的房租好像都涨了2000块那我也至少来涨个1500来玩玩吧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房客永远都是弱势房客永远都是弱势。好。此时，如果你是房客，请问房东要涨你房租、涨你电费，你有什么方法来防御房东的涨价？你有什么方法？你唯一的抗议方式就是搬走嘛，对不对？那房东还巴不得你搬走。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叫做全台电费涨价就代表说你就去搬啊，你去租下一间房子也是一样也是会涨价。所以你大概就只能吞下去，还要平白去负担那个搬家的成本跟搬家的劳累。但如果你是房东的话，请问你有没有差？就没差反正你的压力会有房客来帮你负担掉，所以你就还是该吃吃，该睡睡，该出国玩就出国玩然后再带几个欧米亚给回来给房客就这样不需要担心涨电价会影响到你。这就是做房东的好处，你可以把成本转嫁出去，然后坐等时间给你的红利，资产会膨胀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那个买房子的原因。如果你的手头没有房子，那就是继续吃亏的一方。但你手上开始有一间房子，无论大小，至少你就不会被这波涨租金影响到。等5年以后你不想要租人了，那你就把房子卖掉，就看到时候可以卖多少。这样讲完了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电费涨会影响房价吗？我先跟你分享国发会提供的资料。物价指数会上涨0.3个百分点，并且会直接影响民生物价指，反正就是会涨鸡排应该又要变贵所以电费一涨，万物就跟着一起齐涨，而物价上涨也会带来租金上涨此时租客会遇到问题就是因为这次是全台电费一起上涨，所以他搬去哪边都会涨到。但对房东来说，没有差，他就把涨价的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就好，转嫁给那个租客就好。而我的建议是在现在的当下
你应该要能上车就上车，这我讲非常多次哦，至少你自己有那个主动权嘛哦，你自己住进去嘛哦，那没有人涨你的房租嘛。未来如果卖掉以后，还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资本膨胀的红利。最后我想问你啊，你有听过房东涨价涨得很夸张的案例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多分享这种鬼故事哦，我也蛮想听。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是怎么从时事来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哦，记得订阅加分享影片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哦，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哦，或是加入频道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在租屋市场中啊，房客跟房东其实都有各自弱势的地方。虽然我前面影片讲的好像都是那个租客绝对弱势，房东有弱势的哦。但你看我讲这就很危险，我帮房东讲话哦，这个政治不正确。但没关系，我讲给你听哦。我们先讲房客的弱势，房客哦最大的弱势是对租金哦，它是一个无法抵抗的状态。房东哦一说一个赖就传给你说哦，下个月要涨房租就涨了租客不爽，租客也没办法被房东硬上他也只能含着泪喊着哦，大哥拜托轻一点，只能这样还有很多生活上的弱势之处哦，比方说二手家电，冷气很吵，房东又不换，你自己也舍不得掏钱去买一个新的冷气，对比方说漏水壁癌，房东又不会透，所以他能拖就拖，对不对？房东真的要搞你他有100种方法让租客住起来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就是要嫁给有房子的男人非常核心的理由，也是非常多单身女孩子省吃俭用，她就是再怎样她就要买一间小套房的核心原因，不是说资产增值的需求，而是一种什么心理的安定感自己的隐私自由空间那被我讲成邪恶大反派的房东，那他的弱势又在哪里？这个房东的弱势主要就在租到有问题的租客，核心原因是这个有问题的租客，主要就是这3大原因。来，第一个，租客拖欠房租；第二个，租客挂在里面变身成地基主；第三，租客破坏房子。目前可以说台面上合法的处理方式都没有什么用，尤其是第2点，就是那个地基主这个是房东怎样他无法防御的部分。租客突然就给你做出个不理性的举动，他打开窗户脚跨出去你光想就看到画面了或是债务因素，门窗锁起来那端来一盆木炭或是8+9吸食违禁品吸到暴毙在床上，或是感情纠纷陌生男子持水果刀闯入行凶，那新闻不是都看过上面这些举例都不是举例而已我相信你都看过新闻所以房东也是有房东的烦恼的。但是假设你今天打游戏你在创建一个角色，你在选职业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选房东这职业，你选什么租客职业莫名其妙因为风险跟报酬完全不成正比。你宁愿你身为房东，你承担一点这个有问题租客的风险，委屈一点，可是你每个月有固定的租金收入，你也不太可能愿意去选择你每个月都被扣1/3收入的租客这职业，对不对？租客跟房东永远都是对立的，就很像以前的地主跟佃农可是现实中双方还是有双方各自的烦恼。那我最后再补一个房东像女孩子一样，每个月都有一次烦恼就是烦恼着每个月5号10号收到这个租客怎样起早贪黑辛苦上班加班赚到的薪水交给他的25000块房租，到底是要怎么花才最痛快没有啦，开玩笑我是鼓励你说，你要是现在有能力可以成为房东，那你干嘛不去？总是比较痛快一点，不是吗？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
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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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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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